话不多说，剧情开始。我在父母疯狂的催婚下，和上一个相亲对象平平淡淡相处了半年，最后我们决定结婚了。双方父母都特别高兴，每天见面核对1个月后的婚礼细节。而就在这时候，未婚夫找到我说让我帮个忙，这个忙就是他的青梅竹马怀孕了，孩子的爹不认账，所以他得先和他的青梅竹马领个证，等婚礼结束后，他青梅竹马的孩子生下来有了户口，他和青梅竹马离婚，再和我领证，但是婚礼都是可以照常举行的。他大义凛然地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们得让他看到世界的美好。我整个人直接无语住了，这活菩萨神经病，谁愿意嫁谁嫁，我是不嫁了。当徐文良开口和我提了这个帮忙的内容之后，我觉得我的灵魂都抖了抖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摇摇头，将刚才听到的晃出来后，我问道，我刚才可能耳朵不好使了，没听明白，你再说一遍。他看起来好像是尴尬了几秒钟之后，认真的说道，我说我那个青梅竹马的邻居家妹妹现在怀孕已经5个月了，她那个男朋友是个渣男，不想负责，所以她怕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个正常身份，我和她商量着先假结婚，领个证，等孩子生出来了，我们就拿离婚证，然后咱们2个再领结婚证。看到我呆愣着，他接着说道，我和他只是假结婚，只是给孩子一个身份而已，你不要多想，因为孩子真的是无辜的，不能让他刚出生就看到这世界的险恶。我缓过神来，看着徐文良，明明长得还不错，之前相处的时候性格也不错，做事也勤快，出手也大方，怎么就没看出来他脑子有病呢？果然，有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想隐藏起来也挺容易。看着我不说话，他竟然松了口气说道，你同意了就行，我还怕你小心眼不同意呢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是个特别大度的人，彩礼钱我让我妈过2天拿给你。等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又什么时候同意了？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？你不是默认了吗？之前介绍人就说你为人大度，我相信你会帮我的。脑子没事吧你？我大度也不是这么个大度法。嫁给你还得没名没分的活着，你自己喜当爹就算了，将来就算你和他离婚，再和我领证，我还得给人家喜当吗？我嫁人还能平白嫁出个孩子来？你有没有动过脑子？你们领了正生的孩子，那就是合法婚生子，法律上说那就是你亲孩子，别的不说，吃你的花你的那是你应该的，甚至还有继承权。徐文良，就算我再大度，我也没大度到这种傻子的程度，还是你觉得我本身就是个傻子啊？徐文良这才有些慌乱了，但是我没想到他慌乱的不是觉得我说的对。温然，还有1个月咱们就要举办婚礼了，客人名单都拟定好了，我爸妈你爸妈都已经快通知全了，你要是突然这么闹的话，咱们2家谁脸上都不好看，而且这个只是举手之劳，我们也不用多做什么，他一个人怀着孩子，你应该有点同情心的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真的是惊呆了，我的妈呀，什么人啊，这是气得我乳腺增生。徐文良这个人绝了，论不要脸，我没见过比他更不要脸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谢谢你啊，给我扣这么大一口锅，但是我饭量不大，咱俩今天谈话结束，我没什么可和你说的了，你不要把这个责任压到我身上来，我没那么大的慈悲心。我终于懂什么是怒极反笑了，我连他的脸都不想再看到了，我觉得恶心，我站起来麻溜的走了。回到家后，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然后给我父母打了电话。妈，我爸在家吗？在呢，你爸不说给你们2个换台车，我和他正在手机上看车呢，看上一个40多万的，可敞亮，里面座位多，以后我们和你公公婆婆也能一起出去玩。电话那边我爸笑着说，我就说我选的好吧，你还想选个小的，啥用没有，就得买这种实用的。妈，你和爸说买车的事先听吧，我和徐文良的婚事可能要吹了。听到我说这话，我妈那边嗷一嗓子，然后就开骂了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马上都要结婚了，现在你在闹什么？温良那孩子多好，你怎么又看不上了？早和你说过，结婚过日子，2个人要磨合，这还没开始磨合呢，你又要闹？你为我和你爸考虑过没有？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个倔脾气，是什么时候能改改？你非想要气死我们俩是不是？我爸抢过了电话，接着说道，你大伯他们都要从省会回来参加你婚礼了，你叔叔他们场地都帮你预定好了，你现在整这一出怎么回事？嫌弃咱家还不够丢人是吗？你这都30多才要结婚，我们都够丢人了，你还想让我们多丢人，取消婚礼？那我们是要被笑话一辈子的。打电话过去的时候，我已经预想到了会有这种情况，但是没想到我连原因都没说，就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。那边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，骂我侮辱门楣，给我们老温家丢人，说我不知道给老温家留一点血脉，不知道传宗接代。就算是我嫁人了，孩子也不姓温啊，而且我大伯家不是还有个哥哥，论传宗接代也不该是我来完成吧。我被吵得头疼，终于大声喊了一句，你们能不能听我说完？电话那边暂时安静了，刚才你们说的那些我就当没听到，我就当电话刚接通，你们不向着我都习惯了，你们胳膊肘往外拐也是常事，我无所谓，但是这次
我决定不和他结婚，是因为他要和我办婚礼，和别人领结婚证。你们觉得这正常吗？你们觉得徐温良这个人精神正常吗？他要结婚的对象还有个孩子要记到他名下，成为他的婚生子。他愿意喜当爹，但是你们女儿还没傻到要去给别人喜当吗？我爸妈他们愣住了，大概沉默了一会后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温良那孩子多好，还孝顺，是不是你听错了？我是充话费送的吗？话听到这里了，胳膊还往外拐，我生气地说道：人家亲自和我说得很清楚，先和那女的领证，和我办婚礼，到时候等孩子上完了户口，他们离婚，再和我领证，希望我可以大度的接受。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吗？就这我还能怎么误会他？我知道你们恨不得我马上嫁出去，但是谁家父母不是站在自己孩子一边的？不会，你们是在给他说好话吗？晚上他爸妈不是来找你们去广场溜达吗？你们亲自问问不就好了？那我们先问问温良这孩子不能这么不懂事，我先问清楚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已经决定不和他结婚了，我也没什么好和他们说的了。明天是周一，所以我应该早睡的，但是我实在是睡不着，希望明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部给我消失。然而是我想的太过美好了，原来神经病是没有道德底线的。失眠了一夜，周一上午整整开了一上午的会，给我困得想死。吃完饭后，在我准备午休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来了电话。冉冉在忙吗？准备午休，怎么了？我和你爸昨天和温良他爸妈沟通了一下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然后说问问他，肯定是误会。刚才他们给我回电话了，说就是误会，是温良的朋友要他帮忙，温良也没同意，就是抹不开面子，和你商量商量，要是你不同意，他就不和那姑娘领证了。而且他爸妈说了，不会让那姑娘进门的，温良肯定是听他爸妈的，你放心吧。我听完之后觉得真的是好笑。昨天他可不是这么和我说的啊！说完之后，直接和我说让我大度接受，婚礼会照常办，让我别丢了两家的面子。你确定他们说的那些都是温良的想法吗？不会又是他爸妈自己的想法吧？我早就已经见识过双方家长凭空臆想的能力了。我和温良相亲见第一面，回家后我就听到我妈给人家打电话，说我非常满意，觉得温良人好，可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而我只是在我妈问我相亲觉得咋样的时候，说了一句凑合吧。结果我的凑合在她脑子里转换成了非常满意。还有上次我和温良正吃着饭呢，我和他同时接到了父母的电话，意思是既然我们两个对对方都很满意，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亲家非常满意，这个亲就这么定了，1个半月以后就是好日子，直接定下了我俩结婚的日子。而我和温良对于这一段关系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既然两方父母等不得了，那就顺势结婚好了。我也不清楚我和温良怎么就互相非常满意了。他不喜欢我这样的，我知道，我看不上他那些小毛病，他也清楚。我们俩虽然没说出来，但是应该都是觉得对方一身的臭毛病。而我呢，对他来说不只是一身的臭毛病，而且连外貌外形都达不到人家的要求。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他疯狂夸赞女主角，我才知道他喜欢的是娇小温柔的。而我呢，身高175，就比他矮1厘米，我一登上高跟鞋，直接碾压他身高。我其实还挺清楚的，他应该是特别讨厌我的身高，但我对于我的身高可以喜欢的要死。不过和他出门我还是会给他面子的，我就从来没在他面前穿过高跟鞋。虽然我们互相看不上，但是在对方家长眼里，我们就是对方的天作之合。而且他们的说法是，这都是我们自己亲口说的。我闺蜜知道我和温良准备结婚后，问我，你图他什么啊？他的条件和你差的有点多啊，你真决定好了吗？我图他长得矮，图他工资低，主要的是他能堵住我爸妈催婚的嘴。想到这里，我忘了和我闺蜜说我不准备结婚的事情了，晚上还得给她打个电话，不然作为设计师的她都要开始设计伴娘服了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怎么没回应呢？我飘远的思想被拽了回来。我听到了，但是这个婚我是不能结了。那天他找我聊的时候，说的绝对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。我建议你们和他爸妈确认清楚再说。但是如果从我的角度出发，这个婚我是不会结的。你是想逼死我和你爸吗？你已经用这句话威胁了我3年了，你不要再威胁我了。而且徐温良当时那个态度，就是让我觉得他这个人三观有问题，我不可能和这样的人结婚的。你这样会让我和你爸在亲戚面前抬不起来头的。你有考虑过我们吗？你只想你自己，你有没有为我们考虑过？你知不知道我们一直被别人戳脊梁骨，你忍心吗？现在不是我在逼你们，是你在逼我。我要上班了，不说了。
下午上班的时间浑浑噩，终于熬到了下班。经过昨晚失眠了一夜，下班后到家倒头就睡。睡醒后，我才觉得自己缓过来了。我给远在首都的闺蜜打电话，和她说了徐文良说的那些话，还有我不和他结婚的事情。她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我谢谢他啊，这几天我一想到你结婚就觉得有点心里没底。我总觉得那徐文良心眼多的人不适合你，我怕你结婚后被他算计。不过他脑子有病这个事，我之前和你们吃2顿饭都没看出来，挺能藏啊。我有点好奇，我得找人问问，看看他之前是不是就这样子。你找谁问啊？这茫茫人海，还记得6人定律吗？你是说2个陌生人可以通过6个人产生联系？不错，我还没见过这么算计的人，我倒是真心想知道他到底还有什么奇葩事情。就这货，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我有个朋友是写小说的，我正好能给他搜集题材。我笑着说别闹，却没想到闺蜜这么一查，确实让我吃了个通天大瓜。闺蜜用了3天的时间联系到了徐文良认识的人，我对于他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是佩服万分的，不然怎么人家能成为国内知名设计师呢？联系到的那人是一家设计公司的总监，和闺蜜有过合作，而这人的弟弟就是和徐文良一起长大的。听说是在大学时期因为什么事情决裂了，我惊呆了，还真让他找到了。忙问是怎么找到的？之前试了一些办法都找不到，我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，就去朋友圈翻了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所在地是你们那个城市的。结果就翻到了一个，他说他大学在当地读的，账号也是那时候申请的。虽然他毕业就来首都了，但是信息一直没改过。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听过徐文良这个人，他就说好像听他弟弟顾浩骂过徐文良这个人，不过2个人好像因为什么事情闹掰了，他也不清楚那个徐文良和我要找的是不是一个人。我开始有些期待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周6我把这个设计总监的弟弟顾浩约出来吃饭，顾浩也在首都，我看看能从他嘴里问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徐文良。你要是想吃瓜，你过来呗，一起去吃瓜。我沉默了一会，闺蜜看我没反应，问道：咋了？这瓜保不保熟啊？我这车缴路费、时间都搭进去，要是这瓜不甜，我岂不是亏了？我加了顾浩的好友，我一会问问，要是瓜大你就过来呗，顺便陪我逛逛街。行啊。当天晚上我睡得正香，直接被闺蜜的连环电话叫醒。我咬着牙接了电话，我正睡得香，你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等我周末过去掐死你。徐文良要结婚了，新娘是他那个青梅竹马，1个月之后的婚礼场地都找好了，已经开始发请柬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直接清醒了，脑袋特别清明。我点开我妈晚上刚发给我的消息，我看着信息界面发呆，我是穿越了还是失忆了，还是脑子有毛病出幻觉了？你从哪里知道的消息啊？我爸妈晚上还在劝我，让我等着婚礼，过几天气消了和他好好聊聊呢。怎么你那边说他要结婚了？闺蜜直接给我转发了一张截图。截图是一张请柬，上面是温良和一个女生，女生一看就是娇小温柔模样，确实干净漂亮，还挺有气质。这是顾浩找朋友问到的，徐文良都在朋友圈晒了请柬了，你看看上面那段话。我看着第2张被传来的截图，上面写着：终于娶到你，我终究是没有选择将就，而是娶了我爱的人。我惊呆了，什么情况？这青梅竹马竟然是徐文良爱的人。老天，我 CPU 要报废了！他不是说只是朋友，而且那小青梅不是怀了别人的孩子吗？惊呆了，老铁，你惊呆了吧？我也惊呆了，别说咱俩，顾浩也惊呆了。顾浩说这女的还跟他好过呢，而且还和他室友好过，没什么节操。顾浩当时就是因为她是个女海王，受不了分手了。我不止惊呆了，还3观碎了。我现在觉得我身边所有事情都是混乱的，但是从中抽丝剥茧，也能知道我和徐文良绝对不可能有婚礼了，这倒是让我松了一口气。至于我父母那边为什么还在劝我结婚，我是真的不清楚。我现在才察觉到，徐文良这个人满嘴没一句实话。如果事情这么发展的话，那我可不能置身事外了。我8成是让徐文良那个王八蛋给算计进去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他到底是在搞什么鬼。如果真的把我算计进去了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，不吱声就真当我好欺负了是吧？这哑巴亏，别想让我吃下去。一天的工作结束，我马不停蹄赶往火车站。本来之前确实只是吃瓜的想法，还觉得为了吃那点瓜跑趟首都不太值当。但是现在我可不那么想了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8成是要搜集证据打一场硬仗了。利用我、耍我、骗我，谁给他的脸？雄赳赳气昂昂上火车的时候，我总感觉自己有点复仇者联盟那个劲儿了。我给闺蜜发消息，已经上车，等我吃瓜，整理证据，我要回来复仇。复仇者联盟巍然敬上。闺蜜回了个嫌弃的表情，然后回复道：
复仇者联盟，那你必须是绿巨人。出了首都火车站，看到闺蜜在路边向我招手，我坐在后座，好奇地盯着开车的帅哥看。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设计总监的弟弟，顾浩，你前未婚夫的青梅竹马前男友。顾浩名头过长，车内尴尬了一会。温然姐你好，我是徐文良小时候的朋友，也是林如烟的第3任前男友。我俩分手后，他又交往了好几个男的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但凡我有他一半的能耐，也能有好几个男朋友了，也不至于被我爹妈逼婚成这样。顾浩今天下班早，就说过来当司机。听说你和徐文良的关系后，他兴奋的有点异常。不，你们这可比电视剧有意思多了，谁能不感兴趣？徐文良那个傻逼往外发了请柬，还以为我们能羡慕他，其实大家都在心里嘲笑他是接盘侠呢。就他以为林如烟是真心和他结婚。顾浩带着我们去了餐厅，找了个安静的包间，我们边吃边说，说到后来，我们就基本坐实了徐文良确实是个傻逼。徐文良和林如烟的事情，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白月光和一个舔狗的故事。两人从小是邻居，青梅竹马。林如烟从小就长得漂亮，像个小公主，1米5几的个子，瘦瘦小小，特别能激起别人的保护欲。但是想保护公主的人多了去了，徐文良又算老几呢？所以林如烟从大学开始交往了很多的男朋友，要不然有钱，要不然有颜，也有像顾浩这样颜和钱都有的。而徐文良对人家来说，可能钱也是中等，颜也是中等，所以从来没入人家的眼。林如烟在他面前装成清纯小白花，背地里其实也讽刺挖苦过徐文良好多次。自从徐文良知道林如烟和顾浩在一起后，就极度的发疯。他想不通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为什么林如烟就和顾浩在一起了，而不选择他？徐文良从来找不准自己的定位，还自我感觉良好。他可能是觉得他没比你差哪里吧？就你这脸都已经甩他8条街了。对。徐文良就是因为嫉妒我和林如烟在一起，所以后来他就和我决裂了，决裂的莫名其妙，好像我抢了他女朋友一样。不过我俩也就在一起2个月就分开了。徐文良倒也是个长情的人，从18岁当舔狗，一直舔到了林如烟28岁。林如烟28岁的时候，找了个特别有钱的男朋友，那个男朋友当时去海城出差，看上林如烟了，最后就带着人回了首都。那人家里是开公司的，有名的富二代，出手大方，一下子就俘获了林如烟的心。两人一直好着呢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结婚，结果这2天传出来的喜讯却是林如烟和徐文良的。顾浩他们共同好友都已经建立了一个群，专门吃徐文良这个瓜。群里大家发挥自己的能力，挖掘事情的起因和经过。徐文良的朋友圈屏蔽了我，所以顾浩直接把我拉到吃瓜群里，让他们把徐文良的朋友圈截图发过来。我没想到吃瓜群里竟然还有我认识的人，徐文良的一个朋友和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。这不是温然姐吗？你怎么在这个群？温然姐是谁啊？顾浩，这位是谁啊？我在群里发了个自我介绍消息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文良前未婚妻，我是进来吃瓜的。群里一下子炸锅了。哇，你就是之前徐文良的女朋友吧？说是相亲认识要结婚的那个。真的假的？我听说你前几天找徐文良大闹了一场，徐文良说你们意见不合，一气之下你就不想结婚了。正好林如烟追他，他就直接接受了曾经的白月光。我听说的也是这个版本。我就呵呵了，原来徐文良是这么和别人解释的呀。我在群里将我和徐文良的事情起因经过说了一遍，并要求他们保密。群里又炸锅了，聊得热火朝天。我去，原来是这样，这是活菩萨啊，喜当爹真牛啊，哈哈哈哈！原来林如烟肚子里有一个，我说的嘛，不然他怎么能找徐文良接盘呢？那是个下卡。放心吧，这群里都是进来吃瓜的，本来我们和徐文良关系也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徐文良这脑子有问题吧？对呀，我收到的消息就是原来的新娘闹了，说彩礼不够，要多要10万，最后徐家没有办法，就临时换新娘，说是娶谁都一样娶，不如娶个温柔淑女的。我们3个都沉默了。温然姐，咱真得打回去，不然太憋屈了。徐文良什么东西啊？自己做出这种事，还让你来背锅，没有道理。我示意他少安勿躁，然后默默地打开了手机里面的录音，发到了群里。之前我和徐文良的谈话情况，我之所以让他又说了一遍，就是因为我当时在震惊之下，下意识开启了手机录音。本来我是想等日后被我爸妈逼急了，直接把录音拿出来的。我当时录音果然是个明智的举动，不然我真的是有嘴说不清啊。听完了录音，顾浩更无语了。徐文良绝了，这个人绝了。本来听录音那么说，只是觉得他3观有问题，现在来看，根本就是他出轨了林如烟，又想一脚踹开要和他结婚的你，所以就直接故意这么说来逼退你，让你自己来说出不结婚的话。最后闺蜜婉婉总结出2个字：阴损。顾浩也补充2字：缺德。
要是徐文良说的版本传出去，他家面子倒是没事，我家面子就全没了。我解释不清，也没办法在海城待下去了。本着死道长不死贫尼的基本思想，我决定直接把徐文良曝光。我家虽然小门小户，但是我有个知名设计师闺蜜还有个专门写故事的作家朋友，而作家的朋友又认识一些网红，所以曝光渣男的事，要是想捅出去，我的助力实在是太多了。从今天我得知的消息来看，徐文良这个人急需别人给他更多的关注，他希望受到别人的注目，希望别人可以羡慕他的生活，羡慕他的爱情，大概是内心的自卑让他急于受到别人的关注，所以才会编造了一个青梅竹马回心转意终究嫁给他的爱情故事吧。既然他想受到关注，那我就帮帮他吧，让他成为在海城家喻户晓的人物。第二天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依然不知道徐文良要和别人结婚的消息，我妈还在自顾自说着，我和亲家说了在陪嫁辆车的事情了，亲家挺高兴的，他们也说了会好好说说温良，别那么同情心泛滥。我不是和你说过别和他们家说车的事情吗？要不是你闹这一出儿，能有这些事情吗？我得拿出诚意啊，不然人家生气了，到时候你又嫁不出去。我没有过多解释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你不和阿姨说渣男徐文良要结婚的事情吗？不能说，我要是说了，他说不定会上杆子去抢姑爷，我都不来那个脸，而且我也不想打草惊蛇。不过徐文良是怎么做到的？在朋友面前拼命晒，结果双方父母一点不知道。估计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让别人看看自己娶到了自己的白月光，所以定向发送的吧。肯定都是同时认识他们两个的人，而且他父母不可能不知道，应该只是瞒着我爸吗？徐文良的心理素质挺强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那青梅竹马的孩子该不会是他的吧？我觉得他这么小心眼的人，应该不会傻到给别人当爹吧。闺蜜说完这话，我们两个对视了一眼，这不经意的话好像有点道理。我去，他俩要是珠胎暗结什么的，你这绿帽子可扣得结实。你们相亲是半年前吧？那青梅怀孕都5个月了。神经病渣男能不能毁灭呀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妈又打来了电话。你在婉婉那边好好待几天，心情好了再回来。我问过亲家了，亲家说温良那朋友瘦得跟马杆似的，看起来就不好生养，指不定将来孩子都生不出来。他们是不会同意温良和他胡闹去领证的，他们俩一直看好的就是你，你才是他们家儿媳妇。我知道了。看我挂了电话，闺蜜嘎嘎大笑。我的天，孩子都快出生了，还说人家不好生养。徐文良捂得够严实的啊，估计是还没和他爸妈掰扯明白。但是如果他爸妈知道那人怀着孕呢，估计马上得给人家迎进门。后来我不得不佩服闺蜜这张开过光的嘴，说什么什么灵。话不多说，续集上半篇。我又请了2天年假，在首都待了4天。这4天我在吃瓜群疯狂吃瓜，偶尔还有新人加入。我把徐文良这个人从出生开始的事情全摸清了：自私、小气、爱炫耀、爱显摆、小心眼儿，但是确实没有什么超级大毛病。但是现在看，人品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。这几天顾浩天天跟着我们溜达，我眼看着他对闺蜜婉婉献殷勤。虽然婉婉对他印象都很好，但是对于他是林如烟前男友这个事情，婉婉过不去那个坎，于是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天天在吃瓜群里快乐吃瓜，每天可以收到各种消息。有人碰到徐文良带着林如烟去逛街了，有人看到2人去了医院，偷偷跟去发现是妇产科，有人看到2个人笑着去买小孩的衣服了，一直到一天有人看到2人去民政局领了证。我知道该出击了。此时距离本来我们原本定的结婚时间还差15天，我这几天也算了算账，之前我家出的装修房子的钱，添置的家具的钱，林总总算起来也不少，这些我正好该找他家拿回来了。毕竟这些钱加上我爸妈非要陪嫁的那辆车，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3口的大部分存款了。我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我想开了，我不闹了，我和温良聊聊，婚礼照常举行。太好了，想开了就行，你们好好聊聊，我和亲家也好好说说。虽然我也委屈，但是也没什么，不能让2家丢了面子。我妈很高兴，开心的笑了好久。我打电话给徐文良的时候，他应该是没想到的，所以他沉默了一会，答应下班了见个面。我早早就到了地方，玩着手机。没过多久，徐文良过来了。等很久了吗？他依然能对着我温柔的笑出来，真能装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觉得之前我自己确实有点太偏激了，毕竟你也是在询问我的意思，我想我不同意的话，你应该也不会那么做。徐文良却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一脸的迷茫。虽然觉得有点对不住你那个青梅竹马，但是我已经帮他问了律师，他可以让孩子的父亲和出生后的孩子做亲子鉴定，只要手续齐全，私生子也可以有户口的。孩子小的时候
口，瞒着点就行了，等孩子长大了再和他说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我已经约了下周4去领证，你可以安排一下时间。徐文良呆呆地看着我。温然，你上次不是说我们分手了吗？我故作惊讶地回答。什么？我没说分手啊，你忘了吗？我只是说我自己不能接受，而且我回去之后，你爸妈和我家也解释了，说是你太心软了，不过他们也不会让你和他领证的，叫我放心等婚礼。你爸妈不会没和你说这些吧？我就是听了他们的意思才去首都散心的，然后我就想开了。我看着他那一脸茫然的脸，简直想哈哈大笑。接下来他会怎么办呢？和林如烟离婚来不及，而且林如烟也不一定会同意离婚，但是他不离婚，可怎么和我领证啊？这不得犯个重婚罪啊？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有多慌，到底有多迷茫，到底有多无助，但我心里可爽了。听说他父母到处说自己马上要抱孙子了，我觉得他父母可能本来确实是不同意两人领证的，但是架不住人家林如烟肚子里孩子都5个月了，这孩子都怀了，那还有什么看不上的了？说不定还是他父母鼓动他们这么早去领证呢。我合理怀疑他们家是想贪我们家那点装修款，所以才一直没和我爸妈说清楚，想这么拖下去。坐实了是我不愿意结婚，他们只能换新娘，最后装修款就用来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。呆呆沉默了一会，徐文良终于开口：温然，咱们2个都很清楚，我们在一起，你是将就，我也是将就。我不回应，只是看着他，我倒是看看他能说出来什么。我实话和你说，你将就是因为你是应付你爸妈的催婚，我将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娶不到自己的青梅竹马，所以娶谁都是一样的。而我现在不想将就了，是因为我喜欢的人明白了我的好，来到了我身边，我可以和他永远幸福下去。所以你是要和我分手，不打算结婚了？他沉默着不说话。所以你找我聊的时候说什么和我办婚礼和人家领证，其实只是找个借口让我觉得你3观有问题，然后让我来开口说不结婚的事情。是的，利用了你，确实有些对不起你，我虽然做的不妥，但是也无可厚非。所以你让我开口，让我家被人戳脊梁骨，甚至你还编排我说我贪得无厌，想和你多要彩礼，是吗？徐文良愣住了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知道这些事情。徐文良，这不是为了你父母的面子，你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，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，你真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，而且以你这种性子，你那个青梅竹马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你的吧？你这么能算计的人，怎么可能让一个怀了别人孩子的女人进你的户口本呢？他没反驳，我就直接起身走了。等不得一点，我回到了我爸妈家，一进门，我妈还以为我和徐文良谈好了，满脸笑容。当我爸妈从我口中听到徐文良故意让我退婚，想贪我家装修款的时候，他们脸色就不对劲了。当他们听到我说徐文良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给我戴了绿帽的时候，我终于从我父母脸上看到了一脸错愕、不知所措，再到愤怒。40分钟后，我跟着我爸妈到了中心广场。徐文良的爸妈看到我第一眼的时候，那满脸的心虚让我知道，他们绝对知道徐文良和林如烟的事情。我到底是没错怪他们。临出门之前，我爸妈已经给我们家亲戚打了电话，现在定居在这个城市的亲戚基本上都出现在了广场上。我爸妈拽着徐文良的爸妈骂，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认识的不认识的全围了上来。说实在的，我是不怕丢人的。原本徐文良是吃定了我父母爱面子不会闹事，所以他有恃无恐，但是他小看了我爸妈的愤怒值。围观群众很多，部分人已经开始录像。就在这时候，闺蜜婉婉拿着大喇叭出现了，她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我被绿、被骗婚又在结婚前被踹的全过程。她徐文良不是想藏着掖着吗？这必须要给她全捅出来。广场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，我爸妈单方面骂人，徐文良的父母不敢说话，而这里被堵得水泄不通，他们想走都走不了。徐文良知道消息赶来的时候，根本就挤不进来。徐文良挤了好一会才挤进去，之后直接将他爸妈挡在身后。你们别太过分了。徐文良也气得够呛，他们家哪里遭过这个罪呀？在别人口里，他家一直是好人家，结果现在被指着鼻子骂，这以后他们家的面子要往哪里放？徐哥，你给个说法啊！那2位说你欺骗人家女儿，骗婚骗财，我可看到你请柬了啊！确实不是这姑娘，是该给人家个说法。哎呀，我收到请柬也不是这位啊，什么情况啊，徐哥？咱做人可不能这么不地道啊！你出轨，临近结婚把人踹了，过分了吧？要踹早踹啊！听说新嫂子怀孕5个多月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么做可不对啊！说话的那几位都是吃瓜群的群友，他们在群里得知要开撕徐文良，跟闺蜜婉婉来了。徐哥，你说句话啊！徐哥，你不是说你娶了自己喜欢10几年的白月光吗？那怎么还和人家相亲，还和人家搞对象呢？
许文良脸都绿了，他也没说话，就是拉着他父母往外走。我爸妈能让他们走吗？双方还是撕扯，我们家那些亲戚也不是白来的。许文良3个人根本走不掉，最后不知道谁报了警，我们一窝蜂全被带去警务室。说实话，我从没见过警务室被塞得这么满，光我们家亲戚都有点站不下了。治安官也有点懵，问清楚情况之后才知道不是打架，这只算纠纷。治安官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也看不下去了，出来说道：把人家装修款还给人家吧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你都不和人家结婚了，还扣人家钱干什么？许文良知道不占理，扭捏的说道：我也没说不给他，这不是还没来得及？那就快点给人家，听说你还有10天就和别人结婚了，那这10天内你就把钱给人家还回去吧。最后，许文良当场给我先转了5万，后面的10天内会还清。有这么多人作证呢，我自然不怕他赖账。当天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就被传上了网，标题为"被骗婚女子带领家人霸占广场教育骗婚男"，冲上了热搜榜。许文良没顶住网上的舆论，第2天我就收到了剩下的25万转账，我开心的存了定期，带着婉婉和那几位吃瓜群友一起吃饭。同时，许文良和林如烟也出名了，有人将2人的请柬截图发出来，还有那句"我终究是没有选择将就，而是娶了我爱的人"。恶心倒了一片网友，大家重金求演，祈求一双没看过这句话的眼睛。看样子徐文良这个渣男运气真不错，多少人想上热搜上不去啊，让他上去了，他这辈子是不是也值了？这也得有几千万人知道他的大名了。我刚才在吃瓜群里看到有人说徐文良被公司炒鱿鱼了，起因是因为大家都想看看这渣男长什么样，所以就把他公司门给堵了。他公司的领导顶不住舆论的压力，就把徐文良开除了。而我呢，也因为上了热搜，获取了一圈人的同情，公司的领导大发慈悲，直接给了我1个月长假。说实话，我一个普通人上了热搜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自己的心情。但是徐文良就好形容了，大概就是气急败坏吧。他再也不见温文尔雅的样子，我手机里还有他无数条辱骂短信。后来我不堪其扰，把他所有联系方式彻底拉黑了。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大，吃瓜群里说徐文良的婚礼取消了。我平稳的过了几天，每天和婉婉出去遛弯、逛街，生活的不知道多惬意。没有了父母的催婚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阳光了起来。我爸妈也是被这事吓到，暂时应该也不会急着给我介绍对象了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过了3天，徐文良和林如烟又上了热搜。这次可和我无关，起因是上次我们闹得比较大，所以他们2个的请柬被发到网上去了，结果被林如烟的前男友看到了。说前男友不准确，应该是前男友们。第一个蹦出来的说，林如烟3个月前找过他，说怀了他的孩子，已经2个月了，要他和自己结婚。他不相信，还直接和他分手了，因为他知道林如烟还同时交往其他人呢。第二个蹦出来的说，林如烟是在1个月前找他的，说怀了他的孩子，已经4个月了，也是逼婚，也没成，分手了。第3个蹦出来的说，林如烟4个月前逼他哥哥和嫂子离婚，和自己结婚，说自己怀了他哥哥的孩子，弄得他哥哥和嫂子现在还在打架闹离婚。这么一看下来，大家才发现徐文良把人家当白月光真爱，人家可没把他当真爱，真是应了那句把他当接盘侠了。林如烟应该是和所有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说了一样的话，其他人不信，而徐文良是主动把绿帽子往自己脑袋上戴。事情发生后，徐家突然消沉了不少，半个月后，吃瓜群里突然活跃了起来。我打开群看到的就算是一个视频，徐文良拽着林如烟的头发打，拳拳到肉，拳拳对着肚子。视频的最后有人报治安官，治安官来了。后续呢？后续什么情况？按家庭纠纷处理的，就放2人回家了。真狠啊！打孕妇还往肚子上打，这是活阎王吧？我没有再关注后面人说了什么，而想起来我曾经对徐文良说的话，他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只是想受到别人的关注，只是想让别人羡慕他。但是当生活真的一地鸡毛的时候，他又怎么能想起来被他打的那个女人是他追求了10几年的白月光呢？如果他真那么深情，应该好好和林如烟过日子，等孩子出生，不管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，都按亲生的养。可惜他还是骨子里的自私、小心眼儿，哪有那么多深情和大度？他喜欢的只有他自己而已。再后来，听说2人天天打架，闹离婚，动手。林如烟的孩子很坚强，一直被徐文良打到预产期都没有被打掉，孩子平安降生，是个女儿。徐家那对重男轻女的父母自然是不愿意的，据说从孩子出生就没抱过孩子。婚后林如烟自然过得不幸福，公公婆婆埋怨她毁了他们老徐家的清白家风。再后来，听说徐文良去做亲子鉴定了，孩子还真不是他的，但是这个孩子从法律上来讲就是他的婚生子，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女儿。事情发生以来，我的工作和生活也一直被影响着，包括我爸妈的生活。我父母不堪其扰，并且在觉得我结婚无望的情况下，去省会找我大伯一家生活了。
而我听着这些闲言碎语，过着我自己的生活。婉婉曾经劝过我，让我去首都工作，离开这里，但是我已经适应了这里慢节奏的生活，暂时还不想离开。我准备用退回来的装修款付首付，买一个带花园的房子，没事种种花，养养草，再种点蔬菜，没了那些烦心事，生活依然会很美好。